为什么别人赚钱，你却在亏钱？看完本视频，绝对可以找到答案。我们先来讲一下一个完整的基金投资策略，它应该包含什么哈？这个老的读者跟我很多年的读者应该都已经知道了。这6个要素，在我们入场基金，当你打算做一个基金投资者的时候，或者是股票投资者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好了这些，然后再入场哈。我们先看第一点是什么？买不买？你在什么时候买？买不买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品种的问题。买多少就是我们的仓位的问题，然后卖不卖，就什么时候卖呢？然后你要卖哪个品种呢？你要保留多少仓位，或者是全卖掉还是怎么样？所以这6个问题是我们在入场基金或者股票投资之前就应该想好的问题。那么不管我们的投资是什么样哈，不管你是赚钱还是亏损，当你尝试去复盘的时候，你就在这6点上去看你的问题，就是你的优势也好，肯定都是在这6点上能够找出来的哈。好，那么我们今天就拿一个我们的老的读者的一个他给我们分享的一个他的投资经验，我们来帮他复盘一下，看看在这些地方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优化，然后同时我们来学习一下我们基金投资策略的一些精髓。那我们在讲解我们的老朋友的投资案例之前呢，我们先复习一下什么是跨周期的基金投资策略。好，我们说我们呢尽我们最大的全力把股市的周期提取出来。那么股市呢常常是涨涨跌跌涨涨跌跌，可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它涨了或者是它跌了，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如果我们把整体市场想象成一个大海的话，那么小浪一浪接一浪，上上下下，可是我们怎么能知道它是在涨潮还是退潮呢？对吧？那就需要一个水位尺插在那里。虽然浪不断的在打这个尺子，可是这个尺子它有一个高低，所以这个周期呢本质上就是一个周期尺，它帮我们来衡量市场的一个高位跟低位的问题哈。它同时也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买不买、买什么、买多少、卖不卖、卖什么、卖多少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讲呢，买什么呢？买这个周期位置在底部的这个品种，对吧？卖什么？卖周期位置在顶部的品种。什么时候买呢？那你可以自己设一条线，对吧？低于5呢我就买，或者是低于2呢我才买，对吧？这是0，这是10，这是从0到10。那可能我来设一个位置，看你自己的风险偏好。那买不买的问题也解决了，卖不卖呢？那到了一个位置之后，比如说我超过9，我就不想再承担波动了，不管它后面涨多少都跟我没关系了，对吧？或者是说那我就到10，然后我开始用技术分析的方法来配合。我们上一次的视频就有讲技术分析怎么配合周期位置去做哈。我们不要想太多，就是我们先把这幅图去理解完之后，这对一个基金投资的一个新手或者股票投资任何都可以，一个新手来说就已经足够他就是把市场上绝大部分的坑全都避掉了。那么在复习完这个我们的跨周期投资策略之后，我们来看我们这个读者的他的一个投资的经验，我们来帮他分析一下，看看对我们有什么启发。我们来看这位读者哈，他呢是2007年，哇，这个还蛮早的哈。2007年初呢，看到同事买基金，当时呢是3000点左右，后来呢看到基金净值呢就是像在捡钱一样，于是他就入市了。所以呢，他第一次入市呢，他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看到朋友买，然后后来呢他就亏损了，但是因为当时投的少呢，所以也没太在意。后来呢市场又上涨，后来又下跌，他一直呢就比较谨慎，然后一看亏钱呢他就赎回了。所以他卖不卖的原因是什么？是看是否亏钱。然后后来呢他就开始学习基金，再往后呢指数呢就又回落到了3000点，他这个时候感觉呢跌幅已经很大，他就入场了。所以他第一次买呢是跟同事，第二次买呢是看市场的跌幅很大，他就买了，对吧？后来呢他逐步的加大他的仓位，后来这个指数越跌越低，竟然跌到了1000多点。那个时候呢能够承担一部分的回撤，但是有的基金呢亏损比较多的他就清仓了。所以他第一次呢清仓的原因是他觉得快亏钱了，所以他清仓了。他第二次清仓的原因依然是一样的，觉得亏钱了，所以他清仓了。就卖不卖是通过是否亏损来决定的。后来呢他就开始逐步的定投了，然后后来又继续的盈利了。再到了2015年的时候，他投资的仓位已经非常
高了，然后有了不少的盈利。但是呢，在2015年的那一轮高位的时候呢，它的仓位没有降低多少，它只赢了一部分。经过了暴跌之后，它才清仓，最终只留了2万收益。那么它这几年呢，大牛市没赚多少呢，但是也就是没有怎么亏，这是他的一个总结。其实从我们帮他来总结一下，我们还是看着我们的刚才的那个几个要素哈，他什么时候买呢？是朋友买他买，市场他觉得跌的比较大了他就买。什么时候出场呢？快亏损了或者亏损比较多了他就开始出场。那我们继续看，那么他又提到了他买什么的问题，他说顺便提一下我的投资的方式。他过去呢更倾向于买主动基金哈，其实我也是。那相信好基金经理能带来超额收益，这个确实是。因此呢，我通常选择那些从业期限超过3年，这没错，1年到3年历史业绩排名靠前的基金。这里我们等一下说，也会参考评分，然后定投半年到1年，积累到一定仓位之后，就等收益差不多或者亏损较大的时候他就赎回了。所以其实他决定卖不卖，这里主要就是通过他自己的账户他是否亏损。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你不看市场，你不衡量市场，而是看你自己的账户是否亏损，这样是不科学的，是刻舟求剑。因为你看的应该是市场，而不是看你自己的账户。那投资周期通常在2到3年，这个也没毛病。以前呢觉得盈利概率还可以，后来呢就最近几年发现概率越来越小了，然后经常会基金一买就变差。后来在我的直播当中学到，就是行业分化现在越来越严重了。当然我是这么觉得，行业分化的每一轮都不一样，有的时候会很严重，有的时候有可能还是大家还是一起走，就分化并不是那么严重。我觉得亏损的本质还不是这个。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我之前一直讲，就是买基金不要看排名。其实我是想讲的是，买基金不要只看排名，看排名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其实这里看排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什么时候买多少的问题，这个是由你自己来决定，而不是基金经理来决定的。比如说你想买医药，那你在医药这个行业，你选择在医药这个行业深耕细作的基金经理，看他过去几年的排名比较稳定在前面，然后你通过参考医药这个行业的周期位置高低的位置，然后去做投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看排名是没有问题，其实最主要是看你这个基金是否在一个行业一直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深耕细作，它不会去随便换行业，这样你就没有办法去把控哈。那么这是他的一个投资的经验。那我想跟大家讲，就是不管是谁来复盘也好，或者你复盘你自己也好，本质上你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基金投资策略它需要有的几个要素写在这里，然后把你做决定的时候你是通过什么要素来做决定写在这里，基本上你就一目了然，能够看清楚问题可能出在哪里，下一次要怎么去优化哈。我们看看这位朋友，他买不买呢？是靠看他朋友，然后看市场是否下跌。那买什么呢？看排名，这个其实也没什么问题。买多少他没有提，那有的时候是定投，对吧？那卖不卖呢？它主要是看是否亏损，卖什么也看亏损的。所以它其实本质上出的最大的问题是买不买跟卖不卖这里出了很大的问题，就是从他开始接触基金没有赚大钱。但说实话，其实本质上他这个操作的结果已经不算太差，大部分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其实是亏损的，他还没有亏损，就算很不错了。那么我们帮他再仔细看一下他的具体的操作。比如说他投资医药，那越跌越买，他的缺点是常买太早，位置偏高。我想问大家，常买太早可怕还是位置偏高可怕？其实就我来讲的话，是位置偏高更可怕。买太早你可以通过等待来获取盈利，可是如果你的位置高的话，有可能等很久都没有办法。如果你是在2015年的顶点买的话，你到现在你这么多年7年8年你都没有办法拿回你的成本。好，所以其实呢，买太早没有位置高可怕。那么他当时就讲说他不知道什么位置该清仓，其实他脑袋非常清楚哈，他已经看出来他以前投资的问题了。然后呢，他现在就是2021年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听过我们在直播的时候讲过医药见顶，可是他不愿意去平仓，因为当时我们说3轮嘛，3轮冲顶，后面这轮是一个这样子，对吧？是一个3重顶的这个位置冲的蛮好的，所以他又加仓进去了。等于说呢，他的买不买这里呢，他成本就放得很高，就是位置高哈，位置高是很可怕。就只要你位置高，不管
你后面怎么操作，基本上你一入场你就已经输了，就基本上是没有办法了。所以说呢，有一个把市场能够看清楚市场的位置，能够知道自己的成本在哪里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哈。它呢在高点减仓，减了3成仓，但是它下跌之后它又开始加，这就是我们一直讲为什么说这种位置这个位置很好，可是在这个位置不能加的原因，是因为它在整轮周期里它就属于高位，它这种高位你进去风险就很高。目前呢它就亏损10来个点，我想跟大家讲，它亏损10来个点是因为它在这些位置也加了不少，就这些红点全部是它的加仓点。如果在这些红点它没有做加仓，它主要成本是在这种位置的话，它现在绝对不是10几个点，可能30-40个点以上。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我们来复盘一下，我们看这里。那么这个是呢我们开发的这个灰色的线呢，是开发的这个周期尺，就是我们视频一开头讲的那个衡量市场高低。这蓝色的线呢就是医药生物的线，我们当时公开提示是在这种位置做的提示，后面这一轮其实涨幅不小，但我没有参与。我们说在周期整轮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只参与下面，上面不管你怎么波动，我们依然认为你是高位波动，我们不会去参与，这是最安全的方法。如果我们按照灰色的这条线来做的话，你这个位置清仓出来，如果到这个位置你才开始买，也基本上就是去年下半年的时候你开始买，你把你整个的建仓的成本放在这一个区域的话，你现在即使是有一些波动，因为你前面你是肯定不会亏的，你后面你即使有一些波动，只要我们等待时间足够长，等到这个灰色线往上走，你亏损的概率是很小的，就几乎是不太可能去亏损的。如果我们再配合上我们之前说的聪明资金入场的这个步伐，就是黄色的线哈，如果我们再用它来优化的话，那么我们最早可能是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建仓，那一直到现在在这种位置建仓，然后现在市场上行应该是些许盈利的状态，就在我们再参考其他的数据。如果你觉得很复杂，我不想参考那些，你就做基金策略的这种基金模型，你的亏损叫浮盈。如果你的主要建仓位置是在这里，是在这种位置，我们不可能一点波动都没有，那你的亏损叫浮亏，将来还会再浮盈。但如果你的建仓位置在这种位置，你的整个仓位的成本在这个位置的话，你再赚钱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除非你等个7到10年，因为它整个的是这样走的嘛。如果你在这里买，你想赚钱，你看你要等多久？我们讲说能够有一把尺来衡量市场高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有读者讲说，你看我从2020年的下旬2020年底的时候我开始投资基金，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赚什么大钱，问题出在哪里？我们来看哈，一轮周期到底什么位置是最重要的？假设这是一轮周期，有读者说呢，它是2020年底的位置，它差不多是这里。很多读者为什么说我投资了好多年我都没有赚钱？首先呢，起点很重要。如果你是在市场上行的这种位置才开始参与市场的话，你赚钱赚这一小块，如果你下面再承担一下回撤，甚至你这儿出场你赚了一些，然后你在底部这个位置你肯定会有些波动的嘛，它可能就会把你这里的盈利吃掉。所以其实一轮周期哪里最重要？买的时候你要在这个位置，卖的时候要在这个位置。你一轮周期这两个位置一定是最重要，是两端是最重要的，中间基本上可以忽略。如果你在中间参与进去的话，你是赚不了什么大钱的。所以有很多读者是在这种位置，在上一轮周期的这种位置，你入场的话，你要到下一轮的这个位置才能够赚钱。你们想一下，这个周期是多久？看这个周期是多久？这个周期起码要3-5年。但如果你不在这种位置，你在这种位置进去，你这里可能1-2年你就已经开始盈利了。就如果你是做基金投资定投的话，如果你的持仓成本你觉得我风险偏好太低了，什么时候低于1我什么时候再买的话，那你赚钱会更快一些。
所以一轮周期哪里最重要？很多读者他可能2021年这种位置入场，就是一轮周期的这种位置入场，你在这种位置入场，肯定你的投资体验也是很差的，哪怕是你有我的辅助，你也会很差。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让市场很快的涨到你的这个成本的这个位置，所以什么时候入场非常重要。基本上在你入场的时候就决定着你的收益率可能会有多少。如果说你整体的建仓都能够保持在这个位置，就是你所有的仓位都能够保持在这个位置成为你的成本的话，那基本上你的投资是没有什么太大风险的，最多就是等。我想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判断市场也好，还判断自己的账户的盈利和亏损也好，一定要客观。你要回去看你的仓位主要是建在哪，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个策略，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基金投资的。如果你在这里关注，在这里关注，说实话，可能就是有连续几年你的体验不会很好。但你在这里关注的话，你的体验就会很好。所以一轮周期哪里最重要，一定要知道。那么我们现在是2023年的11月份，那现在非常清楚，你看我们的医药就这种位置就是处于最重要的时候，其他品种也是，很多品种都是。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基金投资的策略，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周期模型的话，请你搜索并关注微微庄主策略圈，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探讨。欢迎点赞订阅我的频道，主页更多精彩视频。